帅气的发型，让人一眼就能记住的庆祝动作，超大范围的精准长传，高大的身材却配上细腻的脚下技术。他是法国队夺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的绝对功臣，但与此同时，他也有着明显的缺点，个性古怪，与教练关系紧张，被不少人认为是更衣室里的搅屎棍。甚至因为违反兴奋剂条例，让自己陷入长达2年的禁赛。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不聊他的人品，而是一起来回顾保罗·博格巴那段跌宕的成名之路。法国有许多来自非洲的移民家庭，但博格巴的家庭并不是以难民身份来到法国，而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原因选择在这里定居。博格巴的父亲来自几内亚，曾在当地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后来前往法国谋求更稳定的生活与更好的未来。博格巴的双胞胎哥哥出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那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但父母始终相信教育的环境可以改变命运，因此在哥哥们出生后不久，父母决定带着全家移居法国，希望孩子们能够在更安全、更开放的地方成长。他们最终在巴黎的郊区马鞍省定居了下来。1993年3月15日，博格巴在法国出生了，也是在这里，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足球故事。从小，博格巴就和哥哥们在法国的街头踢球，那是没有边线、没有裁判的自由足球，却培养了他天生的创造力与控球感。父母发现他对足球有着与生俱来的热爱，便开始鼓励他接受系统的训练。6岁那年，他进入当地的社区俱乐部罗西昂布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足球之路。在那里，他学习了基本的技术、传接球和团队意识。教练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小男孩的冷峻与天赋。博格巴在罗西昂布里待了整整7年。13岁时，他来到巴黎地区的托尔西俱乐部继续深造。这支球队虽然级别不高，却以培养年轻球员著称。他不仅担任那个年龄段的球队队长，还带领球队赢得地区比赛的冠军。教练们常说，他像个指挥家，总能提前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空间。14岁那年，他被法国著名青训俱乐部勒阿弗尔球探相中。俱乐部在考察后对博格巴潜力非常的看好。在正式签约谈判中，勒阿弗尔要求博格巴父母签署一份不可挖掘协议。协议规定，在博格巴年满16岁之前，也就是在09到10赛季之前，他不得加盟任何其他俱乐部；而在16岁之后，勒阿弗尔拥有与他签订青年球员合同的优先权。当时谈判过程十分顺利，博格巴的父母也接受了这一条件。作为一直以青训体系见长的职业俱乐部，勒阿弗尔为年轻球员提供了极高水平的训练与学业支持。在那里，他基本功更加扎实，战术理解逐渐成熟，同时也培养出了超越同龄人的自信与领导力。无论是技术细节还是精神层面，那段时间都为他日后成为世界级中场埋下了坚实的基础。16岁那年，勒阿弗尔原本计划与博格巴签下青年的合同，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博格巴的家人却悄悄与英格兰豪门曼联青训学院达成签约意向。在他父母看来，曼联的邀请更具分量，那不仅是一纸合同，更像是一网通往未来的大门，一个可能改变博格巴一生命运的机会。他们相信，去英格兰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是儿子迈向顶级球员的必经之路。但这个决定让勒阿弗尔俱乐部感到震惊与愤怒。他们认为自己被背叛了，因为双方早前签署过一份不可挖掘的协议。按照这份协议的内容，在博格巴年满16岁之前，任何其他俱乐部都无权与他签约。勒阿弗尔坚称曼联此举违反了规定，并向媒体公开表达不满。这条信息迅速被法国本地媒体报道，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在舆论压力下，勒阿弗尔俱乐部请求欧洲足联与国际足联介入调查，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然而，调查结果却让局势出现反转。国际足联发现，勒阿弗尔当年从土耳其青训招募博格巴时，同样未履行正式通知程序，甚至使用类似私下接触的方式将球员带走。这意味着勒阿弗尔与博格巴签署那份不可挖掘协议本身就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因此，调查结论认定曼联并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球员注册手续完全合法。最终，在2009年10月，16岁的博格巴正式成为曼联青训营的一员，直接进入俱乐部的 U18 队伍。在
在加盟曼联新约后短短2年里，博格巴在 U18 队表现就已经惊艳全场。他以出色的控球、视野和远射能力，帮助球队夺得当赛季英格兰青年足总杯冠军。那一年，他成为卡林顿训练场上最受瞩目的年轻球员之一。18岁时，博格巴就被主帅福格森提升至曼联的预备队。福格森在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如果我们压制博格巴的发展，会发生什么？他迟早会离开。要知道，再过几年合同到期时，他就会走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机会，让他在一线队证明自己。毕竟他天赋异禀。这段话既是认可，也是种预感。福格森非常清楚，留住博格巴这样级别的天才，靠的从来不是合同，而是信任。在被提升到预备队仅仅1个月后，福格森便兑现承诺，他在英格兰联赛杯让博格巴替补登场，完成了职业生涯正式首秀。进入11到12赛季，福格森继续给他机会，在英超联赛和欧冠比赛中都安排他出场。他希望通过实战训练，让博格巴尽快适应顶级联赛的节奏，让球迷认识这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中场。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福格森设想的那样发展。尽管主帅给予信任，博格巴的出场时间依然有限。年轻的他开始感到不满，渴望更多的比赛机会与更高的地位。最终，这位曾被视为曼联未来中场核心，再次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他选择离开曼联。在很多人眼中，这又是一次背叛。博格巴第一次离开法国时背弃了勒阿弗尔，而这一次他背叛对象变成了培养他的曼联。2012年7月，年仅19岁的博格巴在没有提前通知曼联的情况下，就与意甲豪门尤文图斯私下进行了接触与谈判。不久之后，双方正式达成签约的协议。这件事让曼联主帅福格森极为愤怒。他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他说：“这让人很失望。说实话，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尊重我们。如果那些足球运动员还要继续这样做，倒不如离我们远点，反正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当时外界认为这只是福格森对一个年轻球员的计划，是他对缺乏契约精神的失望。但几年之后，当博格巴以创纪录的身价重返曼联时，人们才渐渐发现，福格森那句“离我们远点”似乎是一种预言。博格巴加盟尤文后，立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12到13赛季，他在意甲第1个赛季就帮助球队成功卫冕联赛冠军。他的远射4大历程技术细腻，既有力量也有美感。意大利媒体为他取了一个外号“波霸”，用来形容他那种充满爆炸力的射门方式。接下来的4个赛季，博格巴帮助尤文完成了意甲4连冠，并在14到15赛季带领球队闯入欧冠决赛。虽然最终不敌巅峰时期的巴塞罗那，但那一段旅程让整个欧洲都记住了这位年轻的法国中场。他力量、速度与创造力正是那个时代全能中场的完美写照。当时的博格巴已经成为尤文的未来之星，也是法国国家队中场的绝对核心。他连续3个赛季入选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也被评为世界最佳阵容成员，还拿下了象征年轻天才的金童奖。这些荣誉让他个人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双双飙升。在那个时代的绿茵场上，博格巴无疑是最耀眼的中场之一。时间来到2016年，他与尤文的合同即将到期，而此时的曼联正陷入转型的困境，他们急需一位能重新掌控比赛节奏的顶级中场。于是红魔决定将昔日天才少年带回老特拉福德。那年夏天，曼联以破世界纪录的1.05亿欧元转会费将博格巴重新签下，让他再一次披上象征荣耀的红色战袍。这笔签约让曼联高层与球迷无比兴奋，他们相信那个在意大利统治中场的男人能带领球队重新夺回英超冠军。然而，人们似乎忘记了在4年前福格森曾说过的那句话：“这样的人对我们没有好处。”这句话很快将在曼联的更衣室里成为现实。在莫里尼奥带领下，曼联期待重建王朝，博格巴也视为球队中场支柱。16到17赛季，他帮助曼联赢得联赛杯和欧联杯双冠王。欧联杯决赛中更是攻入关键一球，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份信任。然而，从第2个赛季开始，一切开始出现裂痕。莫里尼奥战术崇尚纪律与防守，要求球员严格执行指令，而博格巴习惯自由发挥、前插突破，他追求的是创造力的表达。这种风格上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信任的裂缝。训练场上传出2个人争论的画面，穆里尼奥在媒体面前公开批评博格巴防守懒散、缺乏领导力。博格巴只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不满，还在采访中说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我在国家队踢球时，我知道自己的位置。”
这句话被外界解读为对穆里尼奥的讽刺，关系在2018年彻底的破裂。那年9月，曼联主场被德比郡淘汰出联赛杯。次日的训练课上，记者拍到穆里尼奥人眼走过博格巴身边的画面，两人目光短暂交汇，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不久之后，穆里尼奥正式剥夺了博格巴副队长的职务，并在多场关键比赛中将他雪藏为替补。这场公开的冷战成为那个赛季曼联更衣室里最著名的裂痕。几个月后，穆里尼奥下课，虽然博格巴重新回到主力的位置，但那种破碎的信任再也没能修复。就在俱乐部陷入混乱的同时，博格巴却在国家队找回了属于自己的舞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以主力中场身份率领法国队一路杀进决赛。那场对阵克罗地亚比赛，他禁区前沿补射破门，为法国锁定胜局。当中场哨声响起时，他跪倒在草地上，泪流满面。这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世界杯的光环让他成为法国的英雄，但也让他与曼联的矛盾更加明显。在国家队他是领袖，在俱乐部却成了争议的中心。在曼联6年时间里，他为曼联一共出场了233场比赛，打进39球，送出51次助攻。6年前，曼联高层以为签约回博格巴会让曼联重回巅峰，但却造成许多更衣室的问题。2022年夏天，当他合同到期以自由身份离开时，人们最终明白福格森当年的那句话：这样的人对我们没有好处。离开曼联后，博格巴选择回到带给他荣耀的地方——尤文图斯。可是好景不长，他在比赛中受伤，半月板撕裂。他尝试保守治疗，但效果不佳，最终不得不在2022年9月接受手术。这伤病让他缺席了大半个赛季，也让他错过了卡塔尔的世界杯。那是他第一次无法随法国队出征，只能在家中看着队友在决赛赛场上拼尽全力。2023年，博格巴终于康复复出，他以替补身份重返赛场，球场边的掌声、尤文球迷的呐喊，让他短暂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然而，他即将遭遇人生的低谷。2023年8月，一场意外检测结果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对乌迪内斯的赛后例行检查中，博格巴的兴奋剂呈现阳性。几周后 ，B 样本结果确认无误，检测出内含睾酮代谢物。随即，他被意大利反兴奋剂机构临时禁赛。2024年2月，裁判结果出炉，禁赛4年。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击，几乎宣告他的职业生涯终结。博格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我从未故意服用任何违禁药物，这一切太不真实了。”他声称问题出在补剂来源，并决定上诉。整整1年后，奇迹发生。2024年10月，国际体育仲裁法院宣布减轻处罚，原本4年禁赛缩减为18个月。从2023年9月算起，这意味着他将在2025年3月再次获得上场的资格。在接受采访时，他坦言：“那段时间我曾考虑过退役，但后来我想起小时候踢球的快乐，我不能就这样结束。”2025年夏天，禁赛期结束，摩纳哥俱乐部宣布签下博格巴，为他提供一份2年的合同。那一天，媒体的标题写着：“从禁赛到重启，博格巴回来了。”岁月让他不再张扬，但他的眼神里仍有那种曾在都灵闪耀的光。或许他已经过了巅峰，但这一次，他只想重新开始。观看视频到这里的你，对于博格巴，你有什么想说？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以上就是保罗·博格巴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的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见。